3月5日深夜，云南西部边境的盈江县城里出现了一只长相奇怪的小动物。它全身长着黑褐色带斑点花纹的毛发，外表既像猫又像狐狸，还有点像黄鼠狼。明明是肉食动物的长相，半夜独自爬上10多米高的木棉树，居然只是为了吃木棉花。除了长相奇怪之外，这种小动物和它的家族成员们还有别的本事，不仅屁股上能产出一种名贵香料，吃完饭还能拉出380元一杯的高档咖啡。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它们又是怎么产出香料和咖啡的？这里是150，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只半夜出现的小动物有很多个名字，椰子猫、棕榈猫、花果狸、麝香猫、糯米猫等等都是它的俗名，唯一一个正式的中文学名叫做椰子狸。从它的俗名也能看出来，人们大多数时候都觉得它们长得更像猫，而实际上在生物学分类里，椰子狸的确和猫有一点亲戚关系。它是灵猫科里面椰子狸属的一员，这个属总共有3种动物，在国内能看见的只有椰子狸，广泛分布在南亚、东南亚地区，还有我国的云南、广西和海南，喜欢生活在茂密的丛林里。而灵猫科的生物学分类层级再往上一级，就是食肉目里面的猫形亚目，也可以叫做猫形总科。我们熟知的猫科动物就是猫形亚目里成员最多的一个大家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灵猫科的椰子狸和家里的猫猫的确可以算亲戚。灵猫科的成员大部分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内分布不多，能见到基本都是保护动物，比如椰子狸的保护级别就是2级，但它们整个家族的知名度都很低，除了果子狸以外，就只有会在古墓里安家的小灵猫名气稍微大那么一点。从拍摄到的画面就可以看出，椰子狸的个头并不大，一朵木棉花的直径大约在10厘米左右。这只椰子狸不算尾巴的话，体长也就只有40-50厘米左右，和普通的家猫差不多大。它们和家猫相似的还有圆圆的眼睛。椰子狸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眼睛够圆够大，才能收集到足够的光线，让它们在夜晚也能看清事物。在椰子狸的眼球里，视网膜后面还有一层人类没有的特殊薄膜，这层薄膜上有一层紧密排列的细胞，能把进入眼睛却没来得及被视觉细胞吸收的光线，再一次反射给视网膜重新吸收一遍，所以它才能在光线很微弱的夜里看清东西。因为这一层反光薄膜就像动物眼球里的镜子一样，会将剩下没吸收的光线反射出去，所以人类在夜晚看到椰子狸这种夜行哺乳动物的时候，才会在某些角度看见它们的眼睛像会发光一样闪亮。这只被拍摄到的椰子狸就用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在木棉树上寻找食物，不过它所采食的并不是树上的虫子或者小动物，而是木棉花营养丰富的花萼，也就是花瓣底下厚厚的叶状结构。有一种长相奇怪的小动物椰子狸，明明是食肉目的成员，却在半夜爬上10多米高的大树专门吃花。这棵吸引椰子狸的树是中国南方特产的高大乔木，每年3到4月，树上就会开出大片红色或者橙红色的花朵。开花的时候很少有树叶，远看就像丛林里的一团火烧云。这就是被叫做英雄花的木棉花，也是攀枝花广州、潮州和高雄市的市花。木棉树通常能长到10米左右，最高能达到25米，整体相貌很不错，经常被当作观赏树来种植。木棉树基本上全身都能卖钱，它的木材轻软，长得也不慢，可以用来制作蒸笼、香板等东西。果实里的棉毛在棉花普及之前可以用来纺织成布，现在也能当成填充材料来使用。木棉花的种子可以榨油，拿来做肥皂和润滑油，树皮可以入药，而它厚实的花朵可以做菜和入药，其中花萼最有营养，含有碳水化合物、多糖、花青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对于大自然里的很多动物来说都是不能错过的美食。虽然灵猫科整个家族都属于食肉目的生物分类，还是猫科猎食者的亲戚，其实吃东西更像浣熊，基本都是杂食的，其中大灵猫和小灵猫的食谱里肉和昆虫要多一些，偏向肉食动物。剩下的成员就是纯粹的杂食动物了，它们的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远不如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所以平时有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挑食。也因为体型较小，所以椰子狸在丛林里的天敌不少。为了活命，它们都是半树栖行的动物，会在高大的树木、石缝、树洞里休息，在树枝上的活动非常灵活。在结果的季节，椰子狸常常和鼯鼠一起找各种浆果和种子吃，平时也会捕食一些老鼠、螃蟹、蚯蚓之类的小动物。到现在木棉花盛开的季节，它们当然不会放过营养丰富的木棉花。椰子狸在灵猫科家族里食性还是偏素食的，因为这种爱吃素的习性，导致它们的牙齿长得也和猫科远房亲戚不一样。
猫科猎食者的犬牙是重要的武器，所以长得尖而长。在它们进食的时候，主要是用臼齿把肉咬断，直接吞咽，基本不需要咀嚼。所以口腔里面的臼齿和人类不同，是一种尖锐的小山形状。作为杂食动物的椰子狸，它们能捕捉的最大猎物就是小老鼠，所以犬牙并不尖。又因为素食里的植物纤维很难消化，所以会吃素的动物都需要用臼齿把纤维初步磨碎才吃进肚子。因此，在椰子狸的口腔里，它们的第一上臼齿就有点像人类的牙齿，是一种不规则的四方形。在椰子里有啥吃啥的食谱里，浆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成熟的咖啡果在可以磨成咖啡的种子外面包裹着一层鲜嫩多汁的厚实种皮，这一层种皮就是我们俗称的浆果的果肉，也是椰子狸的排泄物，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最贵咖啡的原因。18世纪后，西方的咖啡商来到印度尼西亚，雇佣当地人大量种植咖啡树，或者直接收购当地的咖啡，但支付的报酬一直非常低廉。到了上世纪中后期，咖啡农为了养家糊口，只能把林间散落的咖啡豆也全部收集起来二次销售，或者自己炒着来喝。这就是椰子狸登场的时候了。半夜偷吃木棉花的椰子狸是杂食性动物，更偏向食果性，喜欢采食包括新鲜咖啡果在内的浆果。只不过它们吃的是咖啡豆外面的红色果肉，也就是包裹种子的种皮。这一层种皮在发育成熟之后会变得多汁可口，目的就是吸引椰子狸这样的动物和小鸟来吃，然后把消化不了的坚硬种子排泄到森林各处，长成新的咖啡树。当椰子猫吃下成熟的咖啡果后，种皮被消化吸收，里面的咖啡豆在它们的消化系统里旅游一圈，依然完好无损，被原样排出体外。印尼贫穷的咖啡农们为了不浪费，就会把椰子猫干燥粪便里的咖啡豆一起捡回去，清洗炒制之后就变成能喝的咖啡了。再后来就有人发现，椰子猫粪便里的咖啡豆在它们肚子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咖啡豆原本的苦涩味和酸度竟然降低了，味道变得更加香醇，还产生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香味。通过咖啡商的推广，在21世纪初期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高档新品咖啡。这种咖啡被简单粗暴地起名为猫屎咖啡。在最初发现的时候，因为野生椰子猫本身体型小，饭量也小，而且并不是只吃咖啡果，还会到处乱跑，所以咖啡农从它们粪便里采集到的猫屎咖啡豆很少，价格一开始就很高。比如2000年的时候，咖啡农收集1公斤猫屎咖啡豆，直接卖给工厂就能赚到100美元，而那时普通的咖啡豆每公斤的价格只要4美元。早在2010年左右，猫屎咖啡就已经开始进军国内市场了，还曾经在上海世博园卖出过380元一杯的高价，在国际上更是被打造成了全世界最昂贵的咖啡之一。这样的高价促使人们开始专门饲养椰子猫。这些小动物被当地人抓来关在窄小的笼子里，只能吃咖啡果一种食物。但就算是这样，500克椰子猫排泄物里也只能提取出150克咖啡豆，再加上制作过程中的损耗，每年印尼产出的猫屎咖啡大约只有400公斤，1公斤咖啡豆的价格长期维持在1000美元左右。这种昂贵的咖啡其实还有另一个雅致的名字，叫做麝香猫咖啡，只是不够吸引眼球。椰子猫在印尼的俗称叫做麝香猫，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灵猫科的小动物们在屁股上都长着会分泌珍贵香料的肛门腺。虽然椰子猫的肛门腺远不如小灵猫发达，但同样能分泌出带有浓烈气味的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原本是为了标记地盘和繁殖期找对象用的，产量非常小，可惜还是被人类发掘出了高昂的商业价值。这种灵猫香是中国的4大动物香料之一，基本都是从大灵猫和小灵猫的肛门腺里提取出来的。在古时候可以入药，有活血安神的作用，而现代又可以作为一种保持香气持久不散的定香剂，价格每公斤高达近万元。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